这孩子来自朝鲜，刚出生不久就戴上了面具，一旦有人见到他的真面目，那人就会被处死。这是为啥呢？得从10几年前的故事说起。在一片绚烂的花海里，很多少女戴着白色的面纱，采集那些艳红的花朵，并把它们制成药丸。但谁又能料到，这些花朵原来是罂粟花。尽管外表迷人，它的毒性却极为强烈，一旦染上就得一直服用，一旦停止，体内的毒素会四散开来，最终导致死亡。朝鲜自古就有建筑技术责任人的秘密组织，这是一个决策团体，自朝鲜王朝建立之初，就逐渐成为强大的幕后力量。这时，边守会的首领大木严肃地对李允说：“每个月圆之夜，如果不吃罂粟，就会因剧痛而死。”这是加入边守会的条件。李允沉思了一会，然后坚决地吞下了罂粟。他发誓要永守边守会的守则，一旦违背，必将丧命。大木警告李允要为此付出代价。李允在这时表明立场，表示愿意牺牲一切，只为推翻先王，自己能成为朝鲜之王。于是李允饮下了药水。10年后，官乡监将一份文书递交给大木，上头刻着庚金辅佐，还有人水生时，黑龙降临水边，这是飞龙在水边的吉兆。只要王能坐稳王座，必将是一位明君。宫中的王子即将出生，大臣向李允殿下报告，王子的出生时辰极为关键，如果在亥时出生，将会是民间之福，他将成为旧世的明君，否则命将不久。此刻王妃已到了临盆之时，为了等待吉时，他拼尽全力忍耐，终于在亥时分娩了王子。这是朝鲜的希望所在。李允抱起儿子，给他取名李轩。他誓言让儿子成为一位非凡的王，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傀儡。为庆祝新生王子的诞生，献上了美丽的罂粟花。同时，大木向李允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他觊觎朝鲜的水资源。尽管受到罂粟控制，李允仍不愿将水资源交给大木，因此没有给予回应。大木命人保护新生的世子李轩。大木看到李允没有回应，感到非常愤怒。他暗中指示手下行动，偷偷在李轩身上下了罂粟毒，解药只在下毒者手中，否则李轩将命丧黄泉。李允找到大木理论，大木让他好好想想，是谁帮他登上王位的。大木坚持自己的条件，要求得到朝鲜的水资源，建立一个管理水资源的部门，把所有水利工程全权交给边守会控制。李允别无选择，只得答应，这样才换回了解药，救了李轩一命。从那以后，李轩身上的轩字每次中毒都会显露出来，李轩的血变得异常强大，基本上无毒不侵。这次中毒意外的成了幸事。为了防止李轩被迫加入边守会，李允决定废除原子宫，谎称李轩因病毁了容，这样就藏住了李轩的真容，为他戴上了面具，希望他能变得更强，有朝一日能摆脱面具。从此之后，除了李允和李轩的生母，只有禁军的少数3人见过李轩的真面目，其他人若见到李轩的面容，必将无一生还。在这个朝鲜的王国里，百姓想用水都得付钱，全因水资源，被称为边守会的组织控制。边守会以世子的生命为要挟，建了洋水艇。洋水艇挑选全国的挑夫，负责为百姓送水。一开始百姓对付费用水不满，但挑夫以低价将水送到家门口，百姓们渐渐地接受了。洋水艇完全控制了水源，一旦天旱泉水枯竭，百姓只能向洋水艇购水，到那时水价会暴涨。朝鲜王李允深知这一点，但作为傀儡王却无力反抗。于是在王宫里，李轩从小到大一直佩戴着面具，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戴。他对这件事百思不得其解。李允只能告诉他，戴面具是因为生了病，病好了就可以摘下来。李轩一直在偷偷查找戴面具的真相，他想弄清楚真正的原因。他发现自己出生不久就曾经病得很重，当时由名叫有保进谏的司机抢救，这是关键的转折点。这时李云开始为李轩挑选妃子。大木的孙女叫做金花君，她也是候选人之一，但金花君对此并不感兴趣。她是个很骄傲的女孩，对成为王妃毫无兴趣。她常在宫里随意闲逛，一次误入了李轩的温室，在那里李轩并未戴面具，金花君误以为他是个普通仆人，便让他帮忙干活。李轩看着这个女孩，他看到了她的真面目，害怕她会有危险，急忙捂住她的嘴巴让她安静。生气的金花君用簪子刺了她一下。金花君终于明白了，救她的面具人正是李轩，她已经爱上了英俊的李轩，心里默默许下。于是她告诉大木，她想成为王的妃子。大木听后有些生气，他认为孙女不该与王室混在一起，因为在朝鲜掌权的大木对此有所怀疑，难道他已经看过李轩的真面目了？金花君记得李轩曾经嘱咐不能把温室里的事情告诉别人，所以他没向爷爷透露真相，只说自己对世子毁容的传闻很感兴趣。这让大木觉得事有蹊跷，要加入边守会只需提供人的脸和名字，因此
大木派出杀手坤来调查李轩，随后他召集手下，打算强迫世子加入他们。与此同时，李允带李轩去求雨。一路上，村民们对李轩的面具议论纷纷，都说他是个不祥之物，这让李轩感到很不舒服。他让随从千秀戴上自己的面具，自己则换上龙袍，穿上随从的衣服，准备去寻找老朋友有宝。李轩却不知道，这个行为竟然救了他一命。李允听说后非常愤怒，立刻召集军队去找李轩。到了那里却发现他不见了。这时李轩正在集市上闲逛，他帅气的外表吸引了不少女子。李轩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但看到百姓生活困苦，他内心深受触动。发现百姓们每天花大价钱买水，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负责卖水的是一个年轻男子，他是地位低下的贱民，被百姓打倒在地。李轩正看着这混乱的场景，这时坤突然骑马闯入，他要抓住并杀死犯规的李轩。李轩急忙逃跑，在逃跑中撞到了一个叫韩家恩的美女。原本李轩正被杀手追杀，他急忙逃命，途中偶遇一个美丽的女孩，名叫韩家恩，她是汉城府左尹的千金。关键时刻来临，韩家恩果断护住了李轩，没让杀手得手。李轩被她的温柔美貌所打动，心里不禁一阵悸动。李轩决定跟随韩家恩，自称是名叫千秀的书商。刚好韩家恩酷爱医学书籍，李轩不经意提起自己正在寻找名为有宝的先生。意外的是，韩家恩的医术正是由有宝先生传授，于是他们一起去寻找有宝。他们带着李轩来到有宝的村子，在那里也看到了卖水的贱民。原来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和韩家恩早已相识。找到有宝先生时，李轩看到了曾是大学者的他，现在却沦为酒鬼。李轩向有宝询问关于戴假面具的原因，有宝意味深长地笑，说他知道，然后反问李轩：“你知道边守会是什么吗？”李轩在父亲的庇护下，从未了解过边守会的厉害，他感到迷惑。有宝提了个条件，今年的降雨是去年的2倍，但今年的水井却干涸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只有李轩找到答案，有宝才会告诉他为什么非得戴面具不可。李轩离开有宝先生，他显得十分矜持，这让贱民很不满。2个少年开始争斗起来，韩家恩急忙过去分开他们。李轩竟然笑了，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和同龄人打架。那个贱民男孩叫易宪，原本没名字，因为是贱民，是韩家恩给他起的名字。易宪因身份不能参加科举，但他始终努力学习，虽然出身低微，却聪明好学，头脑机智。朝鲜王李允让随从千秀装扮成世子的模样，教他模仿世子的说话方式。李允对儿子的安全仍然非常担心，他派青云暗中寻找世子的下落。青云是禁军将领的儿子，他与世子感情深厚，虽然没见过世子的面，但他能认出世子的声音。易宪的父亲是洋水町的挑夫，母亲是韩家恩的奶妈，他的母亲又怀孕了，快要生产，但严重脱水，如果找不到水，生命会有危险。因此韩家恩他们3人急忙去洋水町买水。到了洋水町，世子李轩才意识到，除了洋水町，别处都买不到水。洋水厅不顾人命，以时间为由拒绝卖水，严格坚持不卖水的规定。几人焦急得差点动手。这个女人即将临盆，脱水症状严重，必须得到水。他们打算去洋水町买水，但洋水町也不管生死，同样以时间过了为由，坚决不卖水。于是易县的挑夫父亲冒险偷了1桶水，这帮助妻子顺利生产。在洋水町取水时，青云恰好路过，他似乎听到了一些声音。金花君也跟着父亲经过洋水町，他清楚地看到了李轩，他把李轩逃跑的消息告诉了大木。大木决定要比李允先找到世子。有宝向李轩透露了一个秘密，王让世子戴面具是为了保护他不受伤害。有宝含蓄地说，摆脱假面虽然自由，但最好还是戴上。那天晚上，李轩跟嘉恩一起回到汉城府左尹家借宿。很感激这位中国人，你应该学我这样，一点都不心疼。我真的一点也不心疼。第2天他们正在聊天，毕宪突然来了，说他父亲因偷水被洋水町抓了，生死攸关，想求汉城府左尹帮忙，但洋水町势力太大，他们有自己的审判权。汉城府左尹表示帮不上忙。李轩对此感到非常气愤，责怪汉城府左尹无情。无奈之下，汉城府左尹只好亲自出面，但洋水町仍然固执己见，坚称要判他双手之刑，以儆效尤。这时青云找到了李轩，他想赶紧把世子带回去，但李轩担心洋水町会对妃子不利，于是他戴上了青云带来的面具，在大家面前公开自己是朝鲜的世子，成功救下了那个偷水的挑夫。周围的百姓看到这位为他们发声的世子，都跪下喊千岁。花君和韩家恩也在人群里，家恩没认出戴面具的世子，以为他就是那位千秀公子，但花君看到李轩脖子上自己留下的伤痕，
意识到他就是世子。世子调查后发现，杨水挺故意控制了所有水源。他很困惑，为什么朝廷对此不闻不问？下面的官员战战兢兢地说，杨水挺一直很嚣张，没人敢去对抗他们。趁青云不注意时，世子留下了一张字条，命令嘉恩的父亲和其他军官联合彻查水路情况，然后世子独自一人离开。他跑到市集，兴奋地和嘉恩相聚。这一幕被花军看在眼里，心里感到痛苦，一边背着被救的父亲回家，路上被人击晕。醒来时，看到父亲已经被吊死在树上，明显是杨水挺的所为。毕县决定为父报仇，恰好被青云遇见，世子也及时赶到，试图阻止毕县复仇。李轩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毕县认为是世子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如果世子没出手相救，还不如直接被砍手算了。杨水听也就不会这么狠心报复。李轩决心为那位死去的挑夫复仇，他将代表自己身份的玉佩交给了建明一贤，作为他的沉默之证。与此同时，大木得知他的孙女花君与世子相识，于是派人包围了李轩他们三人，打算就地射杀边守会的会长。大木的人将李轩三人围起来，虽不清楚三人中谁是世子，仍旧打算一网打尽。青云师长依靠武艺成功逃脱，杀手坤紧追不舍，长剑直指李轩。坤突然看到了易县，手里拿着李轩赠的玉佩，立刻判断易县是世子。青云带着两人急忙逃离，幸好没落入敌手。一旁的大怒不已，质问孙女花君为何没抓住世子。显然花君已对世子动了情。花君的父亲坚决反对两人的关系，坚称女儿不能嫁给无面的世子。在青云的保护下，李轩回到了李允身边，他希望易县能向父亲亲自说明情况，揭露杨水挺的恶行。但李允只留下了世子一人，他向儿子透露这些年的苦心，以及为了避免边守会的迫害，不得已让儿子戴上面具的真相。世子对此震惊无比，他难以置信，一直告诫自己要关怀百姓的父亲，竟是边守会的傀儡。李允也在寻找一个和李轩同龄的孩子，用来迷惑边守会。汉城府左尹收到李轩留下的字条，命令彻查水陆公事和边守会的罪行。边守会会长大木得知后，逼迫朝鲜王李允用假世子令处死左一，左一被判处死刑。李轩极力哀求，但李允在边守会的压力下，不得不下令处死汉城府左尹，并将自己儿子禁足。韩家恩眼睁睁看着自己父亲被带走，他跟在后面试图追究，但却无济于事。汉城府左尹最终被关进牢房。李允亲自来到牢房前，痛心地对左尹说，现在与边守会作对只会自取灭亡，这样自己和世子都会命丧黄泉，只能牺牲小我保全大局。汉城府左尹是忠心耿耿的臣子，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世子和国家的安全。李允向左尹保证，会好好照顾他留下的女儿。得到了左尹的理解和支持，于是释放了李轩。世子李轩急忙去见左尹，希望他能逃出升天，但左尹已下定决心求死，宁死不屈，坚决不逃。世子看到他这么坚决，只好去找韩家恩。左尹这时才明白，这个曾在自己家中借宿的年轻人，竟是现任的世子。李轩让韩家恩找个地方隐藏，他会想办法救左尹。韩家恩不理解，自己的父亲明明无辜，为什么还要逃跑呢？花君的生日快到了，他向爷爷大木提了一个生日愿望，希望爷爷能把杀手坤送给他。大木答应了孙女的愿望。世子李轩催促韩家恩快点离开，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然后又去见汉城府左尹韩归浩。韩归浩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严肃地叮嘱李轩，边守会实在太强了，现在不是对抗他们的时候，如果世子贸然行动，可能会丧命，那时候谁来拯救百姓呢？李轩泪水连连。韩归浩不仅是忠臣，还是韩家恩的父亲，如果他因李轩而死，李轩该如何面对韩家恩？韩归浩坚定地说，能够对抗边守会，他感到非常自豪。李轩回到父王身边，继续请求父王撤回命令，放过韩归浩。这时候千秀来报告，边守会发来了消息，如果世子不处理汉城府左尹，就会杀掉世子身边的所有人。千秀说完就倒地吐白沫，中毒了，命在旦夕。李轩泪流满面，摘下面具。千秀从小侍候李轩，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世子的真面目。千秀微笑着说。李轩紧紧抱着千秀，哭得很伤心。躲在房梁上的花君看到这一切，也感到很难过。他交代坤，千万不要伤害李轩，否则自己无法活下去。王找到了世子，命令他亲手斩杀韩归浩，这是边守会的决定。李轩情绪失控，晕倒了。李青云表示愿意代替世子执行。世子醒来发现自己被锁了起来，花君帮他打开了门，他们一起前往刑场。李青云戴着面具准备替世子执行，但他始终犹豫不决。百姓们跪地求情，韩家恩急忙赶到，
泪流满面的求世子饶富一命，最后被侍卫拉开。韩归浩看到这一幕，坦白了自己冒用世子名义的事，请求世子杀了他以儆效尤。就在李轩赶到的时候，李青云最终还是斩下了他的头颅。韩家恩目睹这一切，悲痛至极晕了过去。世子李轩跪在韩家恩门前，为自己的过错深感悔恨，后悔曾让韩归浩调查边守。事情发展至此，他询问尤宝老师如何才能消除边守会的影响。金华君听后眉头紧锁，尤宝老师说他也无能为力，直到这个世界停止疯狂，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建议他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用全新的视角来观察。李轩感到困惑，尝试站起来时差点摔倒。金华君赶忙扶住他。华君询问大木打算怎样处理世子，大木回答说世子只能选择加入边守会或者死路一条。毕宪主动提出愿意成为李轩的替身，李轩便带着义宪去见王。王怀疑他是边守会的间谍，便对他进行了严刑逼供。毕宪最终说出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家中还有母亲和妹妹等着他养活，这让他不能有任何犹豫。王最后决定让义宪代替世子参加边守会的入团仪式，这是把握住对付大木的最后机会。李轩来到边守会的地盘，边守会的人都不把他当回事。他送给大木一盆花，暗示自己是经历寒冬才能变得更强的人。韩家恩回到他以前常和父亲赏月的地方，李轩为他披上外衣，递给他一个吊坠，并承诺会一直陪伴他。李轩说他即将离开，希望韩家恩能陪他一起，如果他愿意的话，3天后在这里再次相见。最后他亲吻了韩家恩的额头。质子的母亲因凭得知李轩让义宪替自己面对危险，自己则去寻找打倒边守会的办法，这让他非常担心。李轩告诉他他会带上韩家恩一起。韩家恩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世子给他父亲的命令书，命令内容是让韩归浩和参军朴武夏一同调查洋水艇。看到这些，韩家恩感到既激动又伤心。他的父亲是按照世子的命令行事的，为什么还要冒充世子的名义行动？结果他被杀了。韩家恩手持剑直奔王宫，去找世子理论，结果被关进了牢房。王得知韩家恩被囚后，突然想起临终的韩归浩曾承诺要照顾他的女儿，于是命令释放韩家恩。李轩细心教授义宪礼仪和自己的日常习惯，希望他能伪装的天衣无缝。义宪一直低着头唯唯诺诺。李轩告诉他将来他将因此不能低头，等到他返回时，他仍希望义宪能成为自己的朋友和臣子。李轩听说韩家恩被捕，急忙去找他，没想到他已经被放了。韩家恩留下了李轩赠予的吊坠和一封信，信中说无法如约而来。王诬告世子说边守会仪式是明天，实际上今晚就要举行。王命令一线替代世子参加。李范宇带着护卫前往禁军，计划在入团仪式时刺杀大木，没想到大木已有准备，将所有护卫一网打尽。韩家恩找到殷平，询问为何世子要杀他父亲。这时大木和边守会人马赶到，对王宫进行了血洗。世子这时赶到现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大木发现真相后，手持剑向他走来。因为中了毒，他让韩家恩去小花园找一个罐子，亲手交给他，还说韩家恩就是那个手绘高手，这是害了他父亲。朝鲜的王李允惨死在大木手里，禁军将军孤胆奋战，命令儿子青云带着世子李轩逃走，最后勇敢地向敌军进发。将军英勇牺牲，争取时间让儿子和世子逃生。为了确保逃生成功，青云决定跟世子分开逃，但那些大木的人很快就追了上来。世子一失足掉下悬崖晕了过去。担心世子安全的花君和坤及时赶到。花君了解自己爷爷的脾性，如果爷爷知道世子还活着，肯定不会就此罢休，所以花君冒险给世子服了种药，这样能让脉搏暂时停止，一会儿后又会恢复。大木洗劫王宫后回到了空旷的宫殿，取下了冒牌世子的面具。义宪被吓得魂不附体，大木拖着义宪找到了世子的尸体，所有人都以为世子真的死了。戴木心生一计，命令义宪戴上面具，让众人误以为他是真正的世子，从此扶植他成为朝鲜的世子，继而成为朝鲜的国王，变成了大木手中的傀儡。在利益和恐惧驱使下，义宪不得不答应。大木立命掩埋世子尸体，花君躲在暗处见状急忙冲出，求大木救救世子。在一片哭喊声中，花君也晕了过去。与此同时，韩家恩按照世子生母娘娘的吩咐，四处寻找世子，他却从没见过世子的真面目，完全不知从何找起。当护卫青云找到他时，以为他已经死了，幸好还有一口气。青云急忙把他送到有宝先生那里，希望有宝先生能救他一命。花君冲破了大木的束缚，疯狂地去找他。当再次赶到时，坟墓已经被挖开，人不见了。花君坚信他一定还活着。边守会打算立假世子为新王。中殿娘娘虽没见过真正的世子，
但很了解他姨太的性格，知道这个世子是假的。在边守会的压力下，他只得承认眼前这个是世子。世子已经被完全操控，假世子得寸进尺，他想要控制朝鲜的货币制造权。一旦掌握了货币权，他就能完全主导整个王国。在有宝先生的细心照料下，世子李轩奇迹般苏醒，他迫不及待想要回宫复仇。有宝先生劝他不要鲁莽行事，让他积蓄力量，等待机会推翻边守会。但一切似乎都太晚了，假世子已经登基成王，完全变成了边守会的傀儡。在朝会上呈交奏折，要求假王交出制币权，让杨水全权负责，威胁假王快盖章。在危急关头，幸亏大妃娘娘及时赶到，声称世子只有17岁，现在还不能下决定，所以我得亲自垂帘听政，坚决不能把造币权交给杨水。大妃娘娘亲政是合情合理，朝会上的那些手下也只能听从，实在是没办法。毕竟大妃娘娘出身武将家庭，掌握着军权，所以大穆也不敢轻视，打算接受大妃娘娘垂帘听政。但他觉得大妃娘娘虽有军权，却无实权，根本指挥不了军队。大穆心里有了计谋，准备把货币制造的材料据为己有，还只是杨水挺把钱以低利率借给百姓，让百姓争先恐后的向杨水挺借钱。他要让戴妃娘娘明白军权是怎样被金权所制约的。这时候已经完全康复的李轩向有宝老师学习如何战胜大穆。有宝告诉他，在清楚自己应做什么之前，不要贸然行动，否则可能引发更多伤亡。有宝老师请来他的好友包袱商接长，让接长培养李轩。他让李轩以包袱商为根基积累力量。包袱商拥有庞大的组织网络，该网络覆盖朝鲜8道的每一个角落，加上所有人员和家属，总共有30万人。只要能有效利用这股力量，李轩将拥有朝鲜最强大的情报网和流通网。有宝老师让他赢得包袱商的信任，为这个组织的利益而奋斗，那么包袱商将成为他的坚强后盾。接常让李轩做苦力，晚上和一群粗人一起睡觉，他们的呼噜声震耳欲聋。他体会到了平民的辛劳，感触颇深，渐渐地找到了其中的快乐，很快就融入了大家。时间飞逝5年，就这样过去了。众臣一起反对大妃娘娘摄政，要求废止这个制度。世子如今已是成年人，在外界压力下，大妃娘娘只好妥协，把国玺交给了假王。这时杨水挺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大穆决定收回之前借给百姓的钱。这一行动引发了民怨。消息传开后，大家得知边守会强迫百姓还债，大家非常愤怒。听说包袱商是个仗义的首领，还愿意帮助贫困的百姓，韩家恩决定假扮成包袱商，希望能得到包袱商首领的帮助，帮助百姓偿还欠杨水挺的债务。但被边守会的人发现，他们准备杀害韩家恩。就在危急时刻，世子李轩和青云及时赶到，成功救出了家恩，并且击败了杨水挺的人。但杨水挺人多势众，他们紧追不舍。家恩无奈之下只好骑上李轩的马，但李轩戴着面具，家恩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当年的千秀公子。李轩带着韩家恩逃亡，匆忙中摘掉了面具。家恩满脸崇拜地看着李轩，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爱慕。他握着李轩的手跳下了马，激动地喊他是千秀公子。但李轩为了保密，否认自己是千秀，说自己不认识此人。李轩计划组织商人们放弃使用长平通宝进行交易，改回最初的方式，用棉布之类的物品进行交易。不久，市场将重新活跃起来，很快就会恢复往日的热闹。市场上已经很久看不到铜了，李轩决定从这里入手，开始寻找铜的来源。韩家恩无论如何都认为眼前的人是千秀公子，但李轩有自己的难处，他坚持否认身份，只能告诉韩家恩他认错人了。青云心中十分难过，无法与爱人相认，这种痛苦该有多大？但李轩只希望韩家恩能安好，不想让他卷入自己的麻烦。杨水挺的行为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他们向假王义宪报告，说有平民起来反抗，诬陷杨水挺，因此要对这些人进行侥幸处理。假王义宪想到自己的父亲，他是被杨水挺的人害死，被吊死在树上，悲痛万分。他没有顺从，而是大声宣布要赦免这些平民。大穆听闻此事，自然非常愤怒，他用罂粟来威胁义宪，义宪痛苦万分，跪地请求原谅。大穆给了他罂粟，但同时警告假王义宪要小心。李轩的提议奏效了，市场秩序迅速恢复了。李轩和韩家恩一起骑马疾驰，两人聊天非常愉快。韩家恩不再怀疑李轩的真实身份，他以为自己之前认错了人。李轩已经成为包袱商的首领，他已经焕然一新，想到了一个好方法，让巨商们通过包袱商借钱给杨水听。而那些巨商的头领竟是花俊。原来花俊在他爷爷杀害李轩之后，就不再愿意和他交谈，因此他决定建立自己的势力，希望将来能帮助他心仪嫡世子。花君坚信世子还活着，
韩家恩真诚地感谢李轩，感谢他救了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李轩淡淡回应，他说这一切只是为了包袱商和自身的利益。李轩打算深入倭馆探查情况。花军自告奋勇，愿意引起注意。花军早就认出了这位首领正是世子，但他没有揭露这一点。李轩也认出了花军，同样没有透露。那天世子李轩再次遇见了与韩家恩的父亲共谋的忠臣。普武夏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直接告诉这位臣子，自己正是宫中的世子，那个冒充自己的是个傀儡，现在正被边守会控制。普武夏泪流满面，看到世子竟成了包袱商首领，他感到非常愤怒，认为韩归浩白白牺牲了。世子严肃地在普武夏面前跪下，他的内心充满了懊悔和自责，都因为当年的年少轻狂，下达了幼稚的命令，导致无辜的韩归浩失去了生命，真是无颜见人。普武夏看到世子这么真诚，意识到他并不是逃避责任的懦夫，决定继承韩归浩的遗志，辅助世子。此时的大木对新任包袱商首领很感兴趣，手下报告说，这位首领聪明能干，已经成为包袱商和巨商的核心，但行踪神秘，难以捉摸。大木嘱咐手下务必找到此人，他打算亲自见一见这位高人。对于大木来说，这样的角色只有2种用途，一是值得利用的人，二是必须除掉的人。李轩救下韩家恩后，他就和义县的母亲妹妹一起生活，但他心里一直记着娘娘的嘱咐，要将秘密信物交给世子。韩家恩悄悄溜进宫中，被侍卫捉住了。幸运的是，恰好被路过的贾王义县救了。家恩并不知道，面前的这个人是他昔日的好友义贤，他仍旧记得对方的杀父之仇，而义县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让家恩离开。义县命人调查家恩的行踪，发现他在给内院供应药草。今天他混进了温室，义县心中充满疑惑。温室是世子过去常去的地方，家恩为何会去那里？李轩在冒险，竟从花军的父亲房间偷走了一张地图，记录了匕首会盗取童子的所有交易地点。实际上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目的是为了诱敌深入。李轩他们落入了陷阱，幸亏发现了一条秘密通道，这才安全逃脱。大木命令大臣们上奏，报告说民间现在很缺钱，需要铸造更多的长平通宝。贾王立刻同意了这个方案，但随即新问题出现，原因是国库里根本没有足够的铜来铸币，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铜。李轩领人去调查铜的去向，现场抓到了走私铜的大扳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大扳手惊慌失措地逃了，青云截断了他的退路，嘲笑他是个偷铜的贼。大扳手死命地逃跑，没想到花军和李轩也在那里等着他。金花军不忍心看到父亲被捕，故意受伤让父亲逃走。李轩发现花军受伤，急忙过去查看，没有继续追击。有宝先生告诉李轩，要把铜交给大妃娘娘，因为只有她有力量对抗大木。杨水听误以为是韩家恩告发了走私，气冲冲地来找韩家恩算账，想要置韩家恩于死地。幸好贾王派来的人及时赶到，阻止了这场杀戮，并将韩家恩安全带回宫中。贾王亲自将韩家恩接进宫里，询问他是否有生活上的困难，想要赐给他很多金银珠宝。但韩家恩眼泪汪汪，他别无所求，只希望为父亲洗冤。贾王心里非常懊恼，原本只是想帮心上人解忧，结果却勾起了他的伤心事，这该怎么办呢？自己还不能透露真实身份。韩家恩哭着离开了宫门，碰到了李轩。李轩坦白，是因为担心家恩才急忙来找他。两人边走边聊，彼此颇有好感。大妃娘娘得知贾王对韩家恩特别关注，觉得肯定有什么隐情。大木也听到了这个消息，这个狡猾的首领立即下令让手下调查韩家恩身边是否有和贾王年纪相仿的少年。此时大扁手回到了家，不得不告诉父亲自己丢了铜。大木急忙派人去抢回铜，并严厉警告他的儿子，如果再出错，就必须让出大匕首的位置。一天，韩家恩去宫中送药草，贾王得知后担心匕首会刁难家恩，内心非常担忧。家恩坚持要为父平冤，但以贾王目前的地位，他只是个傀儡，根本无力为家恩做些什么。大妃娘娘打算提拔韩家恩为4品官，还答应帮他为父亲伸冤。贾王知道后感到震惊，他觉得自己不配家恩，自己不过是个地位低微的人。边守想要控制造币权，戴妃娘娘以韩家恩威胁贾王，不允许他通过。贾王只好借口生病不参加早朝。大木洞悉了贾王的心思，威胁说不听命令就不给他罂粟花丸。世子向有宝先生恳求帮忙，希望他能在朝堂上为自己发声。有宝先生本已隐退，虽然不愿，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在朝堂上向皇上汇报，走私者不是海盗，而是一帮邪恶之人。现在铜已经被包袱商大首领截获，并交到了国库。大木的计划彻底失败，他找不回铜边守会，也没能获得造币的权利，这让大木怒火中烧，决定撤销他儿子的职位。
让他好好反省一下。普武夏因保护孩子有功，被提拔为立曹正王。他非常感激世子，决心今后为世子两肋插刀。戴妃娘娘答应，为韩家恩的父亲伸冤，嘉恩便来叩头感谢。他从心底里感激娘娘。大妃娘娘认为韩家恩聪明可爱，同时贾王似乎也对嘉恩有意，决定让他做宫女，暗中让他监视贾王。嘉恩对杀害自己父亲的王心存怨恨，所以接受了戴妃娘娘的提议。一天，嘉恩在李轩身上看到了和千秀一样的饰品，他开始怀疑这个包袱商头领的真实身份，于是他再次诚恳地向李轩询问。还没等李轩回答，他们被几个黑衣人围起来攻击。李轩的伤势很重，嘉恩非常担心。后来他才知道那头目是千秀，他紧紧抱住了千秀。李轩终于说出了不愿意认亲的原因。作为包袱商的首领，他搅乱了大木的货币控制计划，大木因此派杀手来杀他。幸好花军及时赶到，花军救了李轩一命。他去见了自己的爷爷大木，这是5年来他第一次回来见爷爷，但是他们的重逢并不愉快。花军严肃地请求爷爷放过李轩，停止追杀包袱商首领。花军愿意以自己做大边守卫为代价，来换取首领的安全。大木一直很欣赏他的孙女，他一直无法驾驭这个倔强的孙女，这下他自然是愿意同意的。另一方面，当韩家恩了解到自己的千秀公子一直在抗争，他终于明白了，千秀之所以不愿认亲，是因为怕连累他。韩家恩泪流满面，李轩忍不住说，他也很痛苦，但这是保护家恩的唯一方式。李轩渐渐恢复了，他微笑着看着韩家恩，深情地表示以后绝不会放开家恩的手，不让他一个人在世上流浪。他们站在绿树成荫的森林中，仿佛远离了那些复仇的血腥。在这一刻，他们的目光中只有对方。但这一幕被花军看到了，他心里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但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跑了过来。李轩始终没有放开家恩的手，这让花军感到心痛。无法得到的爱，那痛苦的有多深刻啊！花军虽然成了大扳手，实际上他还是支持李轩，他宁愿背叛自己的家族，也要追求自己的爱情。在未来的日子里，世子决定联合包袱商进军商会市场，商会的大家都需要团结一致，这样才能对抗边守会和洋水厅。李轩现在非常有威信，所有的下属和各分支的首领都说会听他的指挥。王宫里的贾王也逐渐听说了包袱商首领的厉害。这时候大妃娘娘来访，他对贾王说他会同意将嘉恩纳入后宫。贾王心中既惊喜又迷茫，他只是一个被操纵的傀儡，他多希望能为人民做点什么，并最终赢得嘉恩的心。此时在大街上，一个小女孩奄奄一息，被路过的韩家恩送到了有宝先生那里。这个小女孩名叫洋洋，她是附近村庄的孩子，她已经失踪很久了，为什么她会这样重新出现？韩家恩注意到洋洋手里紧握着一粒毒药，他虚弱地告诉大家，他被妈妈送到了寺庙，本想通过修行度日，结果被和尚带到了深山的花田，那里还有很多和他同龄的女孩，每天都忙着采摘花叶制作药丸，结果大家都中毒了，连有宝先生也束手无策。杨洋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但他还是绘制了一幅花田地图，最终杨洋还是去世了。韩家恩和他母亲痛哭失声，大家对杨洋的去世都感到很悲痛。李轩下定决心要找到罪魁祸首。这时贾王偷偷来到百姓中间，他想偷偷看望母亲和妹妹，结果被大木当场抓到，恰巧青云也在这里，他们看到贾王都惊呆了，而大木当时正背着身。贾王为了保护他们，跪下来抓住大木的衣服，苦苦哀求，说自己再也不敢了，求大木老爷原谅。大木因此没能转身发现他们，赶快躲了起来。另一边的韩家恩为了让大妃帮忙报仇，他决定假扮宫女进宫。李轩听说后惊慌失措，急忙去找韩家恩，但已经迟了一步。韩家恩已经走进了宫殿，韩家恩带着一颗绝望的心走进王宫。他曾不理解父亲的选择，为何要不惜生命，现在看到百姓苦不堪言，看到恶人为非作歹，看到杨洋毒发身亡，他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为了目标和复仇，他不得不选择这条绝路。世子李轩无法忍受韩家恩的离去，他坚决要把韩家恩带回家。青云和有宝先生联手阻止了他们。有宝先生建议让世子寻求贾王的支持，李轩以商队首领的身份会见了贾王。两人重逢时都含泪默默无声，贾王的身边布满了眼线，他们只能通过就是交流信息。世子恳求贾王，请求他放过韩家恩。贾王原本打算坦白，但一转念想起大妃已经答应将家恩纳入后宫，于是他开始犹豫，假装从未见过家恩。为了得到韩家恩，贾王的态度开始慢慢改变。花军现在已是大匕首，他指派都边守管理罂粟花田。有人对大木提出忠告，如果把所有权力交给花军，他还太年轻，经验不足，怎能胜任这一重任？但大木心里早有打算，
自己因误杀世子孙女，气愤出走，离家5年突然归来，肯定有原因。现在韩家恩按照大妃的命令，秘密潜入假王宫寻找匕首，每到月圆之夜，就会向假王送来神秘物品的真相。他要探查假王究竟收到了什么。韩家恩悄悄进入宫中，在假王的卧室找到了一个竹筒，趁假王熟睡之际，将竹筒藏入袖中带走。但在返回途中，他的竹筒被人调包了，结果大妃一无所获。假王一觉醒来就想吃颗罂粟药丸，结果一看竹筒不见了，竹筒里原来装的是匕首，还有控制假王的罂粟药丸。没有药丸，假王开始发作。另一边，李轩手里拿着罂粟花丸找到了花君。花君作为商会头领，见多识广，李轩想请花君帮忙查一下这颗神秘药丸的来源。这颗药丸正是那个死去的小女孩洋洋带出来的。这时李轩来到宫中见皇上，看到假王痛苦的样子，非常自责，都怪自己才让事情变成这样。经过调查得知，只有边首会有这药丸。内疚的李轩决定夜闯边首会，想找到罂粟药丸，结果被边首会的人发现了。关键时刻，花君出面帮忙才脱险。这时李轩才知道，花君竟然是边首会的大佬。花君匆忙给了他药丸，还让坤保护他离开边首会。命悬一线的假王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便向韩家恩表白了。就在他准备告诉韩家恩自己真实身份的时候，李轩带着解药及时赶到，救下了假王。韩家恩将竹筒交给李轩，说这是大妃娘娘的命令，让他拿走竹筒。李轩突然想起自己的父王也有过同样的竹筒，看来父王当年也是被毒害，才受到边首会的控制。有宝先生得知后，得悉世子擅闯大幕边首会，立刻勃然大怒，认为世子做得太冒险了。他冷静地对有宝先生说，杨洋和假王都被罂粟毒害了，这样看来，朝廷内外的官员很可能都受到大木罂粟丸的控制，必须研发出解药，才能解除大家的毒害。与此同时，大妃娘娘打算让右相的女儿颜珠何家恩成为王妃候选。李轩此时找到假王一贤，请求放家恩出宫，表示自己与家恩情深意重，他不愿家恩成为王妃。但假王被爱情蒙蔽了双眼，他决定将家恩纳入后宫。韩家恩得知自己将入宫，大为震惊，因为大妃娘娘曾承诺只让家恩进入宫中一次。家恩终于明白了，大妃娘娘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边首会也对此感到头疼。大木原本想安排自己的人入宫，没想到却让大妃得逞了。他派人将解药送给假王，但假王对此持怀疑态度，怀疑药物里可能有毒，于是让人试药，试药的宫女当场死亡。假王惊恐失色，他心存怨恨，认为李轩因得不到韩家恩，心生怨恨，想要置他于死地。但他不知道，这解药其实是真的，这药只对中毒的人有效，没中毒的人吃了直接会死。这时假王的野心越来越大，他主动去找大木，表达了自己想要成为真正国王的愿望。假王甚至透露了真正世子的身份，原来是那个包袱商首领。大木听后震惊万分，原本以为已经死了的世子竟然还活着，只要那个真正的世子还在，他就无法完全掌控朝堂上的人。假王打算和大木合作，一起除掉他。大木听到这番话后，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孙女愿意当大扳手，原来他一直在欺骗自己，目的是为了保护世子。于是大木把花君的得力助手坤重伤后，召唤金花君来到房间，命令他亲手杀掉坤作为惩罚。花君吓得手足无措，他试图以自杀来威胁爷爷，但没有成功，结果被大木严密看管。已经彻底变坏的假王把嘉恩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他慢慢开口询问嘉恩为何始终认不出自己。然后假王摘下了面具，嘉恩这才敢抬头，惊讶地看着面前的人，竟然是他早已熟悉的易贤。韩家恩重逢昔日伙伴，不禁欣喜，但他感到非常困惑，易宪为什么会出现在王宫？易宪解释说，5年前真正的世子用他做替罪羊，然后匆忙逃走了，导致他一直被匕首会威胁。假王把他描述成一个反叛逆天的人，冷酷无情。然后他告诉嘉恩，包袱商头领才是真凶。韩家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千秀公子竟是杀害自己父亲的主谋，竟然是真正的世子。他一屁股坐在地上，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嘉恩找到了李轩，李轩的态度异常冷漠，随后他向李轩摊牌，李轩也无法辩解。现在他成了嘉恩心中的仇人。韩家恩多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然而千秀是世子的事实改变不了。嘉恩心如刀绞的痛苦，李轩的心也几乎要碎了。嘉恩悲痛欲绝，假王趁机走到嘉恩身边，温柔地把他抱在怀里，给他一个能安心睡觉的怀抱。与此同时，大木得知假王和世子都爱着韩家恩，这才引发了内部的纷争。而且大木派人取得了世子提供的解毒剂，原来那解毒剂只对中毒的人有效，
如果健康人服用，会吐血身亡。世子其实并不想害死贾王，但贾王狭隘的心胸，让事态变得越来越复杂。李轩愤怒地找到贾王，质问他为何要把真相告诉贾恩。贾王对自己的行为坦荡无惧，此刻的他已完全失去理智，只想把宣之到死地。贾王坚决告诉世子，他已决定不再归还王位，还命令侍卫去围捕世子。世子急忙逃离了王宫，外面已经被士兵团团包围。他使出浑身解数，幸好老总管来帮忙，他才得以逃生。得知世子逃脱大墓，立刻派人绑架了嘉恩，用这个方式逼世子现身。大墓绑架了韩家恩，想要以此要挟李轩出现。有宝先生严肃地告诫世子，世子肩负着全朝鲜百姓的幸福，这次如果去肯定会丧命。为了大局，不应冒险以身试险。李轩心知肚明，只有自己安全，才能彻底击败边守，并夺回自己的王位。但韩家恩是自己深爱的人，他现在正处在危险之中，自己怎能不管不顾？世子毅然决定孤身一人去会见大墓。世子满脸坚定地走进大墓的营地，大墓讥讽地打量着他，之前费尽周折想捕杀他，没想到他为了一个女人而自投罗网。大墓并没有释放嘉恩，反而把他关了起来。嘉恩看着义无反顾的世子，心中不禁波动起来。大墓与世子坦诚交谈，他询问了世子隐姓埋名的真正目的。世子毫不避讳地回答，他的目标是推翻当前的统治者。大墓开怀大笑，说他和世子想要的是同一件事。在大墓看来，这个王国已经不好了，这样下去，普通百姓早晚会受不了。大墓希望能和世子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强大的朝鲜。但世子无法认同大墓，认为大墓只是操控幕后的人，他根本没资格讨论新时代。大墓不以为然，他觉得只是因为运气好生在皇室，没什么资格。于是大墓开始讲述往事，原来李允氏和大墓一起杀害了前王，才能登上王位。世子李轩震惊极了，没想到自己的父亲竟这样残忍。这时花君听说世子被捕，哭着求大墓不要伤害世子。大墓离开之后，金花君劝世子说，匕首可以带来财富，有助于世子改变国家，还能让世子成为真正的君主，他也愿意留在世子身边帮忙。世子带着歉意地说，他心中已有所爱。花君含泪说，他并不想成为王后，只希望能守护世子，即使得不到世子的爱，他也甘之如饴。李轩坚决未被说服，花君气愤地去找嘉恩，给了他一个耳光，指责他只会害了世子。青云冒险过来揭露了真相，是他戴着世子的面具杀害了嘉恩的父亲，当时也是迫于边守会的压力，他替世子顶罪。青云也被逮捕了，韩家恩伤心地哭了，他终于明白误会了世子。大墓准备让世子加入会中，金花君的父亲安抚女儿，承诺会帮世子解毒。另一方面，贾王得知嘉恩被捕消息，他赶过去请求大墓放过嘉恩，但此时大墓已经不打算留下贾王这位妻子了，他决定让金花君成为王妃，支持世子登位，自己仍然控制朝政。大墓强迫世子加入，逼他吃下罂粟，并以韩家恩的生命威胁他。无奈之下，他只能服下。他立刻痛苦万分，吐出鲜血。原来大墓给了他3倍剂量，打算置他于死地。他在韩家恩的怀里闭上了眼睛，嘉恩痛苦的大哭，大墓厌恶的把他扔到外面。这边，贾王和大妃娘娘选好了王妃，在王宫举行宴请大臣。宝先生察觉到了不对劲，装疯卖傻在殿前示意被赶出去。果然贾王在大妃和一些叛变的大臣的酒中下了罂粟花枝的毒，这样一来，整个朝廷都会落入大墓的手中。这就是贾王和大墓之间的交易，只有这样大墓才答应放走嘉恩。现在边守会控制了整个朝廷，还让他们的人在朝中到处观察。他们告诉有宝先生，世子和青云已经死了，这消息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有宝先生忍无可忍，撕心裂肺地大喊边守会罪行累累，他们迟早会受到惩罚。被丢弃在荒野的世子竟然慢慢苏醒了，他艰难地移动着身体，感到心如刀绞。原来世子李轩小时候就曾被边守会毒害，正是那次事件使他的血液变得异常强大，从此百毒不侵。大墓把大妃娘娘送进了冷宫，还把她的心腹全都调走，换上自己的人来服侍娘娘。大妃气得无法抑制，却也无计可施。花君已经绝望，失去了世子，他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从那以后，尽管他仍是大匕首，但已失去往日的生机，变得死气沉沉。大墓倒是对孙女的改变感到满意，他问孙女是否还怪自己杀了世子。花君反问大墓是否也曾失去过爱人。戴沐坦然承认，他在失去爱人后变得无情冷酷，亲手创立了边守会。花君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似乎在策划什么，侥幸逃了出来。他偷偷地来到了制作罂粟花丸的秘密基地，
看到那些孩子们，他们竟然直接用手触摸毒药，每次有孩子因中毒死亡，组织者就把尸体抬走。看到这一幕，世子既震惊又心痛。他冒险进入，结果被人发现了。世子没露脸，赶紧逃了。大木听说有人闯入罂粟花田，非常愤怒，命令手下去抓那个人。另一边，有宝先生也在寻找罂粟花田。分析后，他认为地址肯定在都城附近，现在必须制作出解毒剂，才能救治重臣，阻止那些恶劣行径。花君来到罂粟花田，他看着那些危害甚大的罂粟花，向坤透露了自己的目的。原来花君打算放火烧毁罂粟花田，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同时夺取大木最珍贵的东西。青云也被困在罂粟花田里，花君带着坤准备去救他，恰好遇到了李轩也过来打探情况。花君看到还活着的世子，激动的流泪，忍不住抱住了他。青云已经瞎了一只眼，但幸运的是还活着。世子打算先救出这些孩子，然后再放火烧掉花田。于是世子和青云放走了所有孩子。边守会的成员试图阻止，花君及时出面阻止了手下追赶世子。如今花君已做好了决定，宁愿牺牲自己，也得支持世子。花君让坤帮世子逃离，对爷爷大木心存怨恨的花君，决定放火烧毁花田，让大木也尝尝失去珍贵之物的痛苦。花君决定动手将罂粟花全部烧毁。在花田这边，大木知道罂粟花田被毁，虽然正在努力灭火，但火势太猛，风势又助长了火势难以控制。大木惊慌失措，立刻赶去现场。花君的父亲得知女儿惹下大祸，急忙让她逃离。这时大木已经到了，他看着被烧成灰烬的花田，听说青云已经逃走，顿时脸色苍白。为了不连累父亲，花君主动承认是自己放的火。大木颤抖着问孙女，她是否知道这些花对她的重要性。金花君苦笑，她当然明白，那些花对大木就像生命一样重要，这是他的一种报复。爷爷让他差点失去爱人，他也要让他感受同样的痛苦，让他心碎。戴木忍无可忍，他命令厅长杀掉金花君。厅长犹豫不决，大木竟亲自拿起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孙女。金花君临死前回忆着与世子的每一个瞬间，含笑离世。花君的父亲抱着女儿的遗体，泪流满面。他大声质问大木为什么这么残忍，怎能下得了手杀害自己的亲人。大木气愤地扔下剑镜子，转身离开。青云带着孩子们不断逃亡，途中碰到了自己的部下，大家一起护送孩子们安全回家。他们却不知道，这一切的代价是金花君的生命。高贵纯洁的韩家恩只是在宫中度日，勇敢爱恨的金花君却用自己的生命为爱人铺设了血腥的成功之路。李轩找到了有宝先生，了解到自己从小中毒后变得百毒不侵，身上还能显现出宣字，所以即使吃了3颗罂粟丸也能幸存。大家开始合作证明世子的身份，计划推翻假王和边守会。此时大木在筹划如何处理花田被毁的问题。现在花田已经被毁，手头的药丸不多了，如果不能生产更多药丸，就控制不住局面，那些人都会因此丧命。大木认为现在是对边守会成员进行一次重组的好机会，将药丸留给有用的人，无用的就剔除掉。他还制作了一本生死簿，记录哪些人应该留下，哪些人应该放弃。金花君的父亲冲进来，含泪质问大木，边守会真的比亲情还重要吗？大木冷漠无动于衷，他一直对父亲唯唯诺诺，已经彻底绝望了。假王无视韩家恩的劝告，坚持要与边守会一起控制朝政，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极为自私。世子一回到老地方，立刻去找韩家恩，两人泪眼相对。韩家恩跑向世子，一把抱住，紧紧相拥，两人的关系恢复如初。大妃嘲讽假王，说他永远也变不成真正的王。假王不以为意，甚至不把大妃放在眼里，还用鸦片丸威胁大妃。假王已经完全疯了。假王的妹妹对他也没有好感，虽然依靠哥哥可以享受美食，穿华丽衣服，这个小妹妹还是喜欢像以前一样，在药草房过简单生活。此刻韩家恩想起，世子的母亲临终前曾交代，温室里有个神秘的坛子，里面藏有重要的东西。韩家恩决定返回宫中找那个坛子。此时的坤冒险从大木里偷了生死簿，交给了世子。世子决定起来反抗，粉碎大木的阴谋。大木一如既往的顽固，他打算借机重建边守会，要清除所有反对者。他下定决心要结束世子的生命。与此同时，世子李轩从坤那里得知花君被大木杀害的消息，他站在金花君的墓前，深切悼念着，回想起他们相遇的日子，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闪现。他一生都在爱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金花君的父亲远远地望着世子，沉默中带着忧伤。金花君的父亲追问坤为何选择留在世子身边，坤悲伤地低下头，
因为这是花君的遗愿，不惜一切守护世子。韩家恩被封为中殿王妃，他愤怒地找到贾王，质问他为何把自己纳入后宫。贾王狠狠地摘下面具，冷笑着反问：如果是真的，如果世子把家恩纳入后宫，家恩会反抗吗？韩家恩看着贾王的脸，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冷漠，不再是那个善良的平民了。连贾王的亲妈都感到惊讶，他不解儿子为何选家恩为王妃，指责儿子冒充大王还不够，竟还觊觎家恩。贾王近乎疯狂地大吼，坚信自己是对的，母子俩不欢而散。李轩知道家恩被迫成为王妃，内心极度焦虑。距离册封仪式只剩10天，时间紧迫。夜里，家恩偷偷穿上宫女服装，潜入温室，费力地挖掘每一块土地，却没找到那个坛子。他正准备继续寻找，没想到贾王突然出现在他背后。贾王好奇家恩到底在找什么，但家恩闭口不言，只是劝他把王位交还给世子。然而，贾王已被偏执和权力蒙蔽了双眼，执迷不悟。尽管知道家恩不爱他，他还是要留住他在身边。贾王命人严密看守家恩，他的做法极为果断。李轩因家恩焦急万分，他还是想要夺回王位。他追求的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为了百姓，也为了为父亲的罪行赎罪。李轩改头换面，悄悄潜入皇宫，去见被贬的大妃娘娘。大妃以为世子是来讽刺他，但世子严肃地告诉他，世上的罂粟丸已经用尽，如果不赶紧研制解药，许多大臣将丧命。大妃依旧不愿相信世子，她心底深深憎恨世子以及他的生母，因为银嫔夺走了先王的全部宠爱，而世子即将继承宝座。李轩向大妃娘娘袒露真情，在这世上，他只剩下母后这一位亲人，如果连这位亲人都不帮助他，还有谁值得信赖呢？李轩的真诚终于感动了大妃，戴妃娘娘表示，如有需要，他一定全力以赴。在朝会上，贾王对大臣们说，自己一直戴着面具是因为小时候的疾病，现在大病即将好转，因此决定在3天后举行祭祀驱鬼仪式，取下面具。贾王实际上是想趁机彻底掌控王位，因为之前没人见过真正的世子，一旦取下面具，百姓和大臣都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这是真正的王。大妃身边的细作前来向大木禀报，大妃已经见过世子，大木推测世子肯定会在3天后的驱鬼礼仪上。回宫时，他打算和贾王联手，趁机除掉世子。这时候，贾王开始对大妃进行思想工作，只需要他不帮世子，他就能摆脱现状，重新成为显赫一时的娘娘。大妃听后似乎有点动心，李轩悄悄地派人给韩家恩送去纸条，告诉他3天后将入宫。韩家恩领会了，开始着手寻找逃脱的方法，去寻找能证明世子真实身份的坛子。韩家恩在一本书中偶然翻到一张坛子的图画，他突然明白了，知道了坛子的真正样子。此刻，贾王正在和心腹们商议如何除掉世子，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让真正的世子进宫，如果在宫中见到，就当场斩杀。一个大陷阱正悄悄展开，韩家恩正在策划如何逃出。贾王的小妹妹突然来访，这个小孩只有6岁，看守并没有太放在心上。韩家恩趁机让小妹帮忙，准备了2种特殊的熏香药材，留着以备不时之需。转眼间3天就过去了，世子的部下都装扮成驱鬼的小丑，悄悄潜入了王宫，而世子则提前潜入皇宫。家恩用预备好的熏香成功迷晕了守卫的宫女，随后快步跑向温室，急忙寻找那个坛子。贾王在忙于准备驱鬼仪式，早已站在世子李轩一边。谎报贾王的玉带意外断裂，使贾王心神不宁。上善趁机指导李轩戴上假面，打扮成王的模样进入勤政殿。贾王发现被骗，立刻赶往勤政殿。2人穿着完全相同、戴着相同面具的王出现在大臣面前，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因为没人见过王的真面目，所以大臣们相互对视，无法分辨真假。在大殿上，群臣恭敬站立，2位戴假面的王让所有人都不敢发声。那么真正的王究竟是谁呢？世子李轩信心满满，他指向一位老臣大声说，小时候因为顽皮，曾在老臣的鞋上涂抹黄鼠葵叶，那时候老臣因为鞋子脱不下来感到羞辱，对家中的浑天仪了如指掌，这些都是儿时的记忆，也是证明自己身份的最佳方式。大臣们纷纷表示赞同，觉得这人更像是真正的国王。大司宪的代表站出来发言，提到自己曾因打猎而受伤，胳膊上留下了10字形的疤痕，手臂的骨头也曾折断，卷起袖子展示了伤疤。但编手会的成员们依然不信，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伪造的。杨水厅长建议摘下他们的面具，2人随即摘下了面具。杨水厅长趁机指出是那个包袱伤头里的人，立刻陷入了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家恩在温室里苦寻那个坛子，他挖遍了地面，翻了个底朝天，
却什么也没找到。眼看局势危急，青云站出来向大家揭露，眼前的这位包袱商头领正是真正的王。自从先王被大木谋杀后，他就一直流亡在外，群臣全都震惊，没想到大木竟有如此大的胆子，竟敢杀害先王。为了扭转局势，决定让大妃娘娘出面辨认。贾王本以为大妃会支持自己，没想到大妃揭露了大木的罪行，他选择支持世子。大妃的证词让所有人哗然，边守会的成员急忙去向大木汇报。平时冷静的大木这次也不得不慌了。大妃又指出，在先王被害那一晚，正是右丞相帮大木打开了宫门，事情终于水落石出。右丞相心虚的连头都不敢抬。大妃终于决心改邪归正，她坦白自己曾经毒害了世子，对此深感悔恨。与此同时，嘉恩在温室内偶然找到了一个尘封的黑色坛子，急忙用石头将其砸开，里面是一个漂亮的红色小罐，罐子上标有银屏殿原子态。在坤等人的护送下，嘉恩冲过一片刀光剑影，抱着罐子直奔勤政殿，递给了侍从。原来罐子内是先王的遗像，遗像上还有先王的玉印，上面说明中毒后右肩会显现宣字。大臣们匆忙取来毒药，谁能服毒后存活，谁就证明是真王。因此贾王不敢冒险试毒，他手颤抖着拿起杯子，正要饮下，没想到被人一把夺过，一饮而尽。他痛苦万分，随后露出右肩，肩上果然出现了宣字。众人终于相信了世子的真实身份，贾王的真面目被揭露，他依然不肯悔改，用大臣的生命来威胁。世子坚定地告诉大家，大木已无鸦片丸在手，因为鸦片田已被焚毁，朝廷不再受其威胁。世子展示了边守会的生死簿，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大木的险恶用心，这才让边守会的成员们意识到真相，仅靠大木是无法生存的。于是大妃娘娘和众臣投靠了世子，希望他能救大家一命。贾王一线被揭穿真相囚禁起来，这个贱民总想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费尽心思全都徒劳，最终落得应有的下场。阳水厅长冒险回来报告，世子已经登上了宝座，并向全世界公布罂粟花田被毁的消息。大木意识到大势已去，命令所有杀手坚守阵地。世子重新对官员进行封赏，命令御医整夜研制罂粟解药。世子派禁军去捉拿大木，此时的大木已经孤立无援，只能威胁世子，一旦进入府邸，就会毁掉所有解药。大木坚信解药的秘方只有他知道，不久后下药的臣子们将会反戈一击，向他求助。世子命令禁军继续围困，绝不能让大木逃走。贾王的母亲来到，泪流满面地求世子饶恕他儿子。世子答应会帮他找到解药。嘉恩为了找到那个罐子，手上割伤无数，世子细心地为他处理伤口。嘉恩感激世子给了贱民一线生机，这是皇恩浩荡的表现，这才是真正的君王风范。有宝先生忙于研制解药，但一筹莫展，中毒者身上开始出现斑点，解毒的时间只剩下4天。世子决定亲自找大木谈话，他要向大木索取解药配方。大木同意与世子会面，他不明白世子为何这么宽宏大量，去救那些曾经背叛他的官员。世子坚定地盯着大木，因为那些官员也是他的子民，不分该杀与不该杀。两人的会谈并不愉快。与此同时，有宝先生和御医院的人仍未能研制出解药，大家都在努力寻找解毒的方法。尽管有宝先生努力不懈，但仍无法找到解决之道。关键时刻，金花君的父亲找到了有宝先生，他主动提供了解毒秘方。这位失去女儿的父亲显得十分悲伤和落魄，他决定不再为边守会效力，而是要完成女儿的遗愿。有宝先生根据秘方制成了解药，他异常激动，立刻去向世子报告这一好消息。这无疑是个喜讯，但由于解药的秘方来自大木之子，大臣们都不敢尝试这解药，担心这是大木的一个陷阱，可能会害死他们。为了证实解药的真实性，嘉恩决定先服用罂粟丸，然后再服用解药，他想这样来证明解药的效果。但他突然晕倒了。大臣们看到这一幕，更加怀疑解药的效果，他们纷纷去找大木求情，希望得到解药。看着大臣们纷纷向大木倒戈，但世子没有对此进行镇压，因为他是个善良的人，只要大木愿意救所有人就足够了。关键时刻，嘉恩及时醒来，摆脱了危险。大臣们终于相信解药有效，纷纷服用，他们摆脱了大木的控制。世子带领臣子们来到边守会门口，大木看到他们赶来，以为他们没拿到解药，只好来求他。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些人脸上完全没有中毒的迹象，他明白自己真的晚了。李轩在人群中大声揭露边守会的恶行，他命令所有成员投降，只要他们缴械投降，便可免受追究。无处可逃的边守会杀手也纷纷走出门投降，现在只剩下死硬的大木和少数阳水厅长的残党。于是世子带领士兵与这些残党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一番惨烈的拼杀后，青云终于杀死了阳水厅长。世子昂首挺胸走进大木的房间，只要大木肯投降，他会按照诺言饶他一命。这也是金花父亲的心愿。大木知道行事对自己不利，但他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他决绝地吞下了毒药，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标志着匕首会的彻底消亡。李轩最终夺回了王位。就在大家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时，没想到边守会竟然还有残余势力，他们正密谋杀害韩家恩，想让李轩眼睁睁看着爱人死去，让他永远活在痛苦中。世子终于铲除了边守会的残余，群臣们纷纷向他祝贺，庆祝大功告成。世子激动地抱住了嘉恩，向他倾诉自己的忧虑。在这欢庆的氛围中，众臣纷纷表示要保护王的安全。最终，世子和嘉恩将解药交到了义宪的手里。义宪起初不信世子会救他，始终拒绝服用解药，在嘉恩的劝说下，最后服下了解药，体内的毒素完全清除。世子以德服人，未曾让义宪替自己承受危险而道歉。义宪没想到自己本想夺权，世子却能如此宽容，感受到自己的卑微和可憎，默默地离开了。世子让刘嘉恩留在中殿，这让大臣们感到不妥，因为嘉恩是前王所立的王妃。大臣们建议世子废除嘉恩的王妃身份。嘉恩偶然听到了大臣们的议论，留下一封书信，独自一人离开了王宫，走出了宫门。他回想起最初与世子产生裂痕的原因，是身边的亲信说服他，认为从世子那里得到的解药是假的，而现在看来，原来不是要害他。那么只有一个答案，炫熙并非自己的敌人，而是大木的敌人。这个人还活着，很可能对他不利。毕宪急忙返回，准备告知此事。与此同时，炫熙确实在策划报仇，他的刺杀目标并非，其实是嘉恩，因为失去最爱的人，会让他后悔一辈子，痛苦一辈子。世子在大殿上严厉训斥群臣，嘉恩之前拿命来赌，只为了大家的幸福，这才救了所有人。如今大臣们却忘恩负义，不愿接纳嘉恩，这真是太无情无义了。世子决定，如果群臣还是反对嘉恩留下，他就宁愿让出王位。世子把水资源交还给百姓，嘉恩在远处目睹这一切，感动不已。世子找到了他，紧紧握着嘉恩的手，不让他离开。李轩深情地向嘉恩表白，表达了自己的爱慕，希望嘉恩能成为国母，一起治理天下。嘉恩不再推辞，最终答应了。嘉恩准备向贾王的母亲和妹妹告别，然后回到王宫。世子只好同意1小时，随后带嘉恩回宫，焦急地找到有宝先生，告诉他瞬息的真实身份。有宝先生非常震惊，因为瞬息并不在世子身边，而是在嘉恩身边。有宝先生急忙向世子报告情况，而此时此刻，炫熙正护送嘉恩返回王宫的路上。炫熙杀害了所有的随行侍从，就在准备对嘉恩动手的时候，一线突然冲出来替嘉恩挡下了一剑。义宪也是出于爱的牺牲，世子及时赶来击毙了炫熙。临终前，义宪泪流满面地忏悔自己的过错，祝福世子和嘉恩能够白头到老，随后离世。多年以后，世子和嘉恩喜结良缘，把嘉恩册封为贵妃，两人手牵手在皇宫里散步，一同回忆过往的坎坷，承诺未来也将携手同行，永不分离。假面君主最终真正卸下了面具，成为了人民敬爱的君王。